不花1毛广告钱，这间电商年收16亿哦，成品如何靠破亿来客数3年后冲刺线上营收翻倍？嗨，我是电商 Tony 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们会比较深入了解一下这个电商市场，然后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跟未来可能的发展。那上一集我们聊了淘宝2025全球布局啊，我的猜测是它是为了要进攻美国跟日本市场，然后台湾变成顺便收割的对象这样。那接下来我们来讲成品哦，成品啊，为什么是讲成品？这个实体店为主的品牌呢？你看成品它就是实体店为主，它不是电商嘛。我们讲到成品不会说它电商很厉害哦。OK， 那为什么还是要讲？原因很简单，电商你我每天都在碰啊，你很熟，那不如我们就来看看，想要来做这个 OMO 线上线下整合的实体店面，他们是怎么思考的？就是说它是线下为主，然后它去发展线上，然后跟我们这种一开始就是网络原住民原生的线上去发展线下，这个逻辑上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许可以让你触类旁通哦，找到新的破局之路。那我们先讲哦，成品在2024的成绩怎么样？2024年营收68.46亿元哦，年增3.05%，毛利38.91%，我靠，这种毛利有没有夸张哦？那它成绩算是很不错了，因为你也知道图书出版很惨哦，所以这个成品能够维持正成长已经不错了。当然，它现在已经不是说依靠图书带来的营收嘛，而是它的各种那种质感百货啊、风格啊、之类的商品，还有一些新式的营运。好，那我们也讲一些它会员数量哦，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们念一下。吴明杰指出，会员数中不重复的活跃会员有200多万人，而线上有消费的不重复会员大概140万人，以及每4位会员就会有1个人在成品线上去购买消费。然后成品线上流量从来不靠广告投放哦，从来不哦，这个很夸张哦，而是靠实体通路每年破亿的来客数来导流哦，唬烂，因为我就看过成品投的那个广告嘛，那个 merchandise 的广告啊，好了，他新闻稿要这样写就这样写，意思是说他们没有拨大笔的行销广告预算在线上这个部分哦。这蛮有趣的哦，成品说他没有在投广告，然后做到多少业绩？12亿，这真的很猛你获客成本为0，然后你拿到营收12亿，这很夸张的事吧？哦，然后说这个数字是实体业绩的10%，期待3年之内可以将业绩拉到实体业绩的20到30%。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做得到哦？那我们接下来聊成品在这之前做了什么？先说结论，开了一堆旗舰店哦，开了一堆旗舰店。来，第一间新店玉龙城成品生活新店，2023年9月开幕，占地1.9万坪哦，这个是跟玉龙城开幕一起开的。第二间成品生活480，2024年3月开幕，占地7500坪哦。第三间成品生活台南哦，2025第一季将试营运，那个台南人狂喜哦，那各位游客。你们去台南还不是逛成品哦 ？OK， 那我写稿的时候今天是3月16号，这个还没有开放哦。那占地6000坪，然后北车的也回来了。2024年9月，成品生活站前店回归。好，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不是你要做电商，要拉电商的营收吗？电商呢怎么都没提到。你再看一次这一句来，我画绿色线的地方，成品线上流量从不靠广告投放，而是靠实体通路每年破亿的来客数导流。对，他做电商的方式不靠电商，不靠网络广告，而是靠实体的带货带客能力哦。就是说你有去逛成品，然后之后你就自然而然就会去那个成品线上去买东西，这样，所以他才要盖更多的旗舰店来引流量哦。而且那个旗舰店的营运本来就是他的本业嘛，他现在的本业。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做？你有没有注意到？他都讲什么？成品生活新店、成品生活台南哦，他就是要跟当地来做捆绑。那台中的虽然不是叫做成品生活台中，它是叫成品生活480嘛。那为什么要叫480？因为市政路480号哦，你看很好记嘛，他故意的，而且旁边就是国家歌剧院，台中国家歌剧院隔一条街就是台中市政府。那这个就是他们的布局策略它不像以前这样到处去开店开一些小的，
没有，你现在要去诚品哦，就是要去闹区，就是要去市中心，不然你就逛不到。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维持它的格调哦。那大家在看成品的时候，尤其是女孩子哦，看成品、逛成品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对不对？梦幻泡泡这样哦。那你看，你明明也知道你在虾皮买同样的东西哈，一个很精美的盘子哦。我讲盘子没有骂人的意思哦，就是很漂亮嘛，餐具哈，那种艺术型的哦。你在虾皮买可能只要500哦，但成品生活买它可以给你卖到2000以上，还会有人要买哦。就这样哈，为什么？这个就是它吸纳到一批怎么样？这个对价格不敏感的人哦，这种人最好了，超好的哦。以 YouTube 经营的话，就是来自这些人都不按赞哦，也不留言啊，他也不订阅，可是你出来哦，然后他每次都会看，最好的观众就长这样哦。像我们这种就庸俗的俗人啊，我们就只知道 CP 值哦，什么东西都要 CP 值哦。可是成品生活的客群他就不是哦。那细想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因为代表成品有一群铁粉啊，然后这群铁粉哦，对价格极其不敏感啊，也不是说他的客群非常的有钱或什么，他小资女也是很多哦。那可是这个对店家营运上哈，他为什么要花那个装潢？就是要让你在现场去购物的时候，你觉得这东西有值嘛，有那个价值嘛？既然把它摆在那个10元商店、小北百货里面，摆的是照摆，日光灯、惨白日光灯，把它打下去，你就觉得它不值得这个价钱哦。所以 OK， 店家就可以拿到更高的品牌的溢价跟通路的溢价，溢出来的溢哈，溢价哦。这已经打赢多少电商品牌了？还记得我们电商发展之初是讲什么？去除中间商赚差价哦，所以我们讲的都是便宜，都是 CP 值。先来一个，谁跟你玩 CP 值？我们要的是美好的生活哦，谁跟你 CP 值？对啊，他一样能招揽到他的客群，而且你看到现在一个年轻人创业，他说他要做这种风格、质感哦、小物的这种，然后你问他说，你预计给你经营10年，你会经营出多少个消费者？他敢讲出140万这种数字吗？不可能嘛！我们都觉得说，哦，这个死定了哈。可是成品生活就做得到了，而且他已经做到了，就是这样哦。而且这个溢价这件事情很夸张，这已经打赢多少电商的通路、电商的品牌哦。像我们影片之前就讲到境外势力哦，酷鹏、淘宝、虾皮，对不对？他们都怎样？台币战士啊，狂撒钱啊，补贴啊，然后一堆消费者就用脚投票，哦便宜，然后冲过去。然后台湾电商就经营得很刻苦，这样啊，这就是台币战士啊。哦，那这种台币战士的消费者跟成品生活消费者就不是同一群消费者，就不是哦。成品的会员就只想要成品的严选哦，成品严选的东西比较贵没有关系啊，他觉得他在买的是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啊，这不是很好吗？哦，这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梦幻客群吗？哦，那再来你要知道成品是怎么经营会员的，会员哦，成品哦，你抄就对了，真的。这种东西没什么专利哈，所以你抄就对了。成品是我现在看到现在哈，他把他的会员经营的非常的漂亮的一个范本，真的是范本。你要抄会员经营，你要抄成品，你不要去抄家乐福，你不要去抄全联，为什么？你去抄一抄又变成 CP 值客户，你知道？你的 CP 值消费者，可是成品就是有办法让那个就是对价格不敏感，他觉得他东西好哦，很贵，他也知道其他地方买会便宜，他还是会买哦。你要学这种东西哦，你才赚得到那个溢价嘛。好，那我们就来认真说成品怎么经营会员的哦。那还是要打个预防针，你照抄不一定有用哦，因为时间背景不一样，你们产品也不一样。那基本上成品会员走的就是一整个差别对待哦，你就歧视哦，差别对待。成品哦有一个黑卡制度，说不定你也有，你没有的话，你看你的女朋友、你的老婆是不是偷偷的已经有了哦，就会想要去有那个会员，都觉得自己成品黑卡会员屌这样嘛。成品有一个黑卡制度，该年度累积消费满5万才有黑卡福利，而且你也必须要隔年也要刷满5万资格才会继续，不然你就会降级哦。来，你看这张图。我挑这张图2个重要的讲哦。第一个，黑卡会员专属于 Asleep Premium 及其指定门店，每个月享有10张免费饮品内用招待券，就是那个你可以带着笔电、带着书去那边一坐一个下午，又很高级，就那个咖啡厅啊，哦，那很有质感的生活哦。我以前开会也常常去，我没有那张卡啦，我都自己花钱去买哦。但我就很纳闷，我会都开完了哦，跟客户都开完了啊，怎么还们整天坐在那，好像都不用去上班一样哦？大家在享受他的美好生活。来，第二个，成品行旅官网，成品金卡、黑卡独享专案价入住，对，就这样。
你就想象你带一个妹去成品，然后妹都最爱逛成品你不知道去哪，你就说我们去成品逛逛，她就会答应至少去成品不像是要干坏事嘛然后她去逛她的书店那你就可以掏出你的黑卡，然后说我们喝个饮料，成品有招待，我跟你讲马上加分这个求偶的技能就被这个成品黑卡给加值了。然后你去住成品的饭店黑卡会员有专属折扣，尊爵不凡反正你就把它搞到尊爵不凡就对了。而且你也看到了我刚才放的那张图成品自己的生活百货据点、音乐馆、餐酒馆、酒窖饭店都还有另外的优惠，所以它的使用场景算是很广的，这就形成一个正循环。成品生活通常就一整栋嘛，所以你去逛书店的时候，也可以顺便逛逛它文具音乐这类的东西，很容易你那个脑波弱一点，很容易就给你集满5万块一整年刷5万，这样不是很好吗它一次都盖6000坪、7000坪这样子在盖的呢。为了要怎么样收集这些会员那最后你要知道，成品也做电子书最后我们来聊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去年年底成品推出了自己的电子书 App。那目前成品董事长的说法是说，现在很多出版社的书都是出版就绝版那所以他们希望透过电子书来解决绝版的问题，并且透过分析电子书书柜来做到更精准的行销。那我的猜测是扩充使用者消费者的使用场景因为你也知道很多的手机 App 你就是想到才会拿出来用你也不太可能每天都去成品所以他就需要让消费者来用一个每天都会看到的东西多多使用成品的 App， 他才会有足够的资料来做再行销。例如我乱讲消费者透过成品人的 App 买了一本讲煮菜的书，好，过往你可能就是捞一下有买过类似书籍的人，然后广告先去推那个新的厨具。现在有了成品电子书 App 让你抓到一个人他正在看煮菜的书 ，OK， 我马上把厨具的优惠活动推给他或者可以推一些健康食材那就很容易打中这个行销上就更加的精准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促销场景，然后消费者还不会有反感这个也还对应上了就之前叫好不叫座的 RMN 就站内广告行销的一个趋势，消费者还不太会反感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我才会说成品是想要透过这个电子书 App 带来的使用场景来经营自己的 RMN 来做更准确的会员贴标然后来做更直接的商品推荐然后让消费者觉得说成品真的很懂我这样你就要看那个煮菜的书，当然推你相关了，不然你煮菜的书煮到一半，然后突然推给你风水小物，就不能奇怪嘛好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成品在2024年的成绩，营收 68.46 亿元，年增 3.05%， 毛利 38.91%， 真的很厉害这很不像是通路做出来的毛利然后他们想要强化电商销售的成绩，做法是开了一堆旗舰店这个投资真的很巨大，跟银行借钱借到那个总经理董事长晚上睡不着。2023年9月，成品生活新店开幕，占地 1.9 万坪。2024年3月，台中成品生活480开幕，占地7500坪。2025第一季成品生活台南开幕，占地6000坪原因是他们发现在实体店消费的人每4个会有1个在线上消费，这个逻辑就很清晰了嘛，那就是继续维持自己的展店的步调，然后顾好会员那你线上的人数就会越来越多了。另外我们也讲了，成品很自豪就是自己都不投那个网络广告费用这难怪他可以做出这种等级的毛利，不然以一般的电商的行销来说，它的毛利不可能那么高啦，它大概营收的10%、20%、30%可能都要拿去交给 FB 交给 Google。那成品的经营会员策略是差别对待，就是他弄出了一个很顶的会员门槛，要1年之内消费满5万拿一张黑卡，然后这张黑卡是你每年都要消费满5万才能一直持有。那黑卡的福利就是只有黑卡会员能去的店跟黑卡的会员才能享受到的专门优惠，那就能够吸引到很多喜欢尊荣服务的消费者那我也猜测了为什么成品要做自己的电子书，原因除了他们说的很多是出版及绝版要改善这个问题以外，另一个原因是他要扩充自己的消费者的使用场景。例如说今天消费者打开成品电子书 App 在看食谱，那马上就成品人的 App 就可以推送给他相关的商品，创造一个新的使用场景。从书籍这边开始，这真的蛮厉害的这真的蛮厉害，而且大概也只有成品做得到，你一般电子书的厂商也做不到因为他没有那些来源那些商品，他还要去找。成品的话就自成一格，
这是个很不错的做法。讲八卦，成品哦，我也是在做这篇稿子的时候，这样越看越不对劲。在这种大家都在抢便宜的时代，又 coupon 又虾皮又淘宝，那我们还在等那个抖音小黄车，大家都在拼便宜斗价钱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它可以活得下来？我觉得说成品被灭掉可能是很刚好的事情，结果它的线上他说完全不做广告投放，然后就可以引到这个流量，这个我要再去研究下次看到成品我就给他走进去，然后对啊，我要去了解一下成品，你也逛过，我也逛过啊，我实在是不觉得啊，我就不是那种人，你知道，我就不是那种就多花钱没差的人我再去观察一下。然后我的客户有跟我分享过，就是成品其实他们很不错啦，虽然该抽的也是很重，但是他们会来主动接洽小农，然后去辅导他们去做上架，然后辅导他们去过那个什么各项的检验他不是说就是一个非常势利的通路这样然后来上架到成品。那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做不管你是什么商品你可能是吃的、喝的、用的、抹的，你的商品能上到成品，帅不帅？超帅的对啊，我人家的商品在成品有卖，开玩笑，对不对？那瞬间那个格调又上去了，所以成品生活我再去研究看看。那至少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它经营出来的那个氛围嘛，看书让你看不用钱，还可以地方做，这完全违背一般书店的经营那当然，它的获利来源绝对不是那些书籍嘛，一定是那些什么其他的溢价、毛利空间很高的商品那也不错，我再去研究看看。因为实体能够做出这种成绩，真的是很让我意外不懂啦就这样。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旭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